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几个，第一个，李文亮医生周年祭；2，这个布林肯与杨洁篪通话的含义；还有一个就是下周前瞻啊。那我先讲第一个主题。武汉中心医院医生、眼科医生李文亮去年2月6号病逝，亿万中国网民为他的死悲痛。1年后的今天，无数的网友相继到他的微博留言，表达怀念和不舍。让我们记住李文亮医生的遗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我今天去了一下李文亮医生的微博。他最后一条微博，李文亮医生在微博上说2020年2月1号，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然后还附一个哈哈哈的这个自嘲的这个表情。那么这条微博下面留言已经突破100万，今天数以百万的这个网友接力表达对李文亮医生的怀念。我读几段读几个。1年过去了，读几个留言。1年过去了，疫情仍然没有结束，永远记得你，伟大的平凡人。快春节了，要过年了，怎么觉得来你这儿鼻子一酸，突然想你了。你是真正的英雄，人民不会忘记你。看到每天有这么多人来看你，就明白人们心底的哨声依然嘹亮。1年了，官方像你没有存在过一样，没有纪念，没有声音，但是你还有我们。谢谢你。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个声音。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李维奥今天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叫资浅记者发表了这个纪念李文亮去世1周年的文章。文章叙述了1年前的2月6号晚上，他们在武汉中心医院实地采访李文亮医生这个抢救病逝的一个过程。我等一下会读这篇文章并不长但是非常感人那么我简单的说一下李文亮医生是武汉中心医院的眼科大夫他呢把这个他在医院里看到的关于这个出现了类似 SARS 的非典肺炎的情况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通过微信转发到他的这个同学朋友群里面。然后后来这个他被这个武汉警方训诫，那么中央电视台呢播发了这条训诫的新闻，那么并且中央台还一天播了13次同时受到训诫的有7位还有另外7位大夫但是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什么？李文亮医生是1月31号他在微博上把这件事情完整的披露出来，就是说他发了什么，然后武汉警方怎么样训诫他，然后他这件事情的经过是什么，他非常坦然的把这个事情跟公众进行交代。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就是因为外界其实对武汉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很了解，很多媒体是通过这个微博真正的知道武汉发生了什么，所以李文亮医生被称之为吹哨人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然后李文亮医生是其实在1月初对不起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症状，2月1号确诊，然后他的病情迅速恶化2月6号就病逝中国官方宣布李文亮死于2月7号凌晨2点58分，但实际上大部分都认为他是2月6号12点去世的我在这里读一下
我读一下这位我们的同行写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写的非常的，叫李维敖，他这么说啊，我读一遍，文章不长，我快速读一遍。我3个月没有更新微信公众号了，期间几次想写些什么，写这段时间听说的故事或者感悟，但终归还是懒了。但是今天我必须写点什么，哪怕此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因为今天2021年2月6号是李文亮医生去世整整1周年的日子。尽管官家宣布他去年去世的时间是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但在我的认知里，在我们与他抢救现场所见所闻与多个渠道的采访中，我们坚持认为李文亮医生在2020年2月6日晚上就已经不幸离开人世了。我始终忘不了那一天。2020年2月6日晚上9点多，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讲李文亮医生已经去世了。我一边赶紧叫上同事下楼，开车往武汉中心医院赶。此前的一天，我们已经从北京到武汉来做疫情的采访报道，一边立即向一位非常可靠的朋友求证此事。朋友确认李医生去世属实，朋友还说李医生的瞳孔已经扩散了。我是完全靠着导航开车去中心医院，路上一个大拐弯处走错了车道，逆行了有1公里左右，才觉得越来越不对，于是赶紧掉头。还好这些天武汉的路面车很少，在我们逆行的时候，对面只开过来1辆车。到武汉中心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0点来钟，没有想象中的人群汹涌，更没有见到情绪激动的人们，四处是静悄悄的，偶尔有人经过，几乎是静默的。我们凑巧也很快找到李医生身处的抢救病房 RICU 呼吸重症监护病房，在门外等了好一会儿，没有任何动静。我们又继续其他楼层找找看，在其他楼层遇到不少医生和护士，他们说知道李医生去世了，时间是当天晚上9点30分左右。这些医生和护士还很友善地斥责我们，说我们的个人防护措施做得太差了。我的口罩虽然戴了2个，但遮掩的不够严实，同事的头发还露出来，这是病毒严重污染区，你们这样是不想活了吧？他们的用词很严重。我们又回到 RICU， 这时那里已经站一位年轻的女孩子，交谈之下我们得知她是李医生的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之一。她已经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正在治疗中。这位女孩子说，李医生还在 RICU 里抢救，她要在最近的距离里等着消息。期间她不断的接到电话那头的人担心她的安全，她说我不怕，我已经感染了，有抗体了。到了2月6日晚上11点多，接近12点的时候，那女孩突然哭了，因为 RICU 病房里传出来的消息，尽管他们多方努力，李医生还是走了。在几个小时里，我不断的接到电话和微信的问询，从全国各地乃至身处国外的朋友们，问李医生的情形的人，有几位在我原来的认知里属于非常沉稳、喜形不动于色的体制内相当级别的官员。那个晚上，我感到了他们的激动，他们的愤怒。陆陆续续有一些其他媒体的同行过来，因为大家都戴着护目镜，包裹在防护服里，因为认不出来究竟都有谁。貌似武汉中心医院的行政人员也过来了，他们试图让我们离开，但是大家都没有走。我们等着，官家到底什么时候宣布李医生去世？我们想等等看，李医生的遗体是否会从 RICU 里推出来。但是到了2月7日凌晨2点左右，
我们有些等不下去了，因为疲惫、困乏，也因为冷。那几天的武汉天气很冷，很冷。我们和同事决定离开，我们下了一层楼，突然，我觉得还有些事情没有做，于是又返回，在李医生的病房前鞠了3个躬。这一幕被财新记者丁刚拍下来。他最初以为我们是李医生的同事，我是后来才知道有同行拍了我们。这张照片这一年来流传比较广，一瞬间的巧合，甚至是误会，竟也成了这段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纪念。我同事在李医生病房前鞠躬，不曾想一瞬间的巧合成了这段历史一个小小的纪念。出了武汉中心医院大楼，我突然情绪激动，对着空旷的大街、空洞洞的建筑大骂了好几声脏话，似乎为了发泄心中的郁闷和愤怒。回酒店的途中，我看到路边有一条横幅：白衣天使们，我们等你平安回家。我踩下刹车，拍下这张照片，感慨万分。2月7日凌晨3点多，武汉中心医院终于通过他们的官方微博宣布李医生去世了。在随后的几天里，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武汉中心医院转一转，看一看。前来悼念李医生的人络绎不绝，医院楼下摆满了鲜花，还有人在医院楼下吹起了口哨。我录下了他们的视频，迄今听起这些哨声，仍然觉得气力撕裂。李医生去世已经整整1年了，他的去世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悲剧。这个悲剧不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的去世让相当多的中国人，包括其他国家的一些人们，对新冠病毒的危害更加警醒。他的去世让官家有权者们看到人心背向，感受到民意难违。更有李医生留下的那句话：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这本身就是我们从事真正的新闻工作的意义所在。再说几句，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会问李医生你在天堂还好吗？我关心想知道李医生的家人近况如何，他的爸爸妈妈身体还好吗？他的妻子还有2个儿子，一个现在已经6岁，另一个是2020年6月12日出生的，快8个月了，现在怎么样了？他的妻子还年轻，尽管不管他是否年轻，不管被英雄的妻子这样名义所绑架，如果遇到合适的契机，他应该拥有新的生活。他的家人、外界应该理解他，支持他的自由的选择。我们能够做的、要做的就是祝福他们，不去打扰他们。但如果他们需要帮助时，我们会倾力而为。仅以此纪念李文亮医生去世1周年。我每次想到李文亮医生，我就会想到那天晚上我们在守候着李医生的消息啊。这是一个无数网友悲痛的事件啊。那么这个事件非常有力的向世人证明一点：任何一个人，只要他在重要的时刻做了正确的事情，人民会记住他的。李文亮医生让我们看到了2件事啊。第一件事情就是那天的
整个的舆情控制啊，中共的这个舆情控制系统多么的残忍，多么的无情，多么的无耻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了中共的这个体系啊，中共体系是非常的残忍无情的。我们会纪念下去，我们会把这件事情做到底啊，一定会做下去啊。好，我们讲讲这个下周，下周前瞻啊，下周前瞻，2月8号，2月8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川普前总统弹劾案参议院开始审理啊。那么，这是1月6号发生的国会大厦冲击案，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表决通过针对川普的弹劾条款，指控他煽动叛乱。根据宪法，参议院需要2/3，即67名参议员支持，才能将川普定罪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澳网开赛，2月8号开赛，他已经推迟了几次了啊，一直到2月21号结束啊。那么所有参赛的选手、官员和服务员会经过这个隔离措施。2月9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TSB 啊，2月9号举行听证会，确定科比坠机的这个和他的女儿吉安娜还有其他7个人在这个飞机失事的原因。听证会会进行网络直播啊。2月10号，天问1号实施近火制动。那么天问1号就是中国发射的火星探测器啊。那么临近火星后进行近火制动啊，就是刹车，然后被这个火星的重力引力捕获，然后进入这个环火星轨道。那么它会成为火星的一颗卫星，为这个着陆火星做准备。2月11号，白俄罗斯进行这个全国人民大会的选举2月11号还有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就是北京市属公园免费开放1周啊。原来北京的公园是收费的啊，还有月票啊，那么收费的，所以可以免费开放1周啊，就是过年了啊，免费开放1周。公园应该是公共的，公共场合怎么能收费呢？啊，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啊。2月12号，北京开始这个冷链追溯的这个规定。那么追溯平台食品范围包括扩展到所有0度以下的冷链食品，包括冷冻的粮食制品、冷冻的乳制品、冷冻蔬菜、冷冻水果、冷冻饮品等啊，所有冷链进口的食品进口都要进行检测啊。然后就是香港与东盟自贸投资协定全面生效，2月12号生效，香港和东盟啊。2月14号，泰国开始这个武汉肺炎疫苗的接种，分3阶段，2月到4月优先为医护人员、一线医疗工作者和高风险人群，5月到12月就是将近一半，第3阶段是明年的年初，所有的民众接种啊，这就是下周的前瞻。下周前瞻没有太多的新闻啊，就最重要的新闻就是川普前总统的这个弹劾聆讯，下个星期一会持续一整个1周啊。然后就是我们今天讲第三个主题，布林肯和杨洁篪的通话含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5号和
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通话。到现在为止，这个拜登总统和习近平还没有通话啊。那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新闻稿很简单，他说布林肯向杨洁篪致以新春祝福，然后布林肯强调，美国将继续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人权和民主价值挺身而出，并敦促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谴责缅甸军事政变。那布林肯重申，美国将与其他盟友和伙伴合作，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追究中国对威胁包括台湾在内的亚太地区稳定的努力的责任。新华社也发了新闻稿，新华社新闻稿就很长，它的内容结构基本上和杨洁篪2月1号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上的这个视频发言的结构一致啊。那么基本上讲了4段内容啊。第一段就是中国政府对美政策保持高度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那么要求敦促美方纠正过去一段时间以来的错误啊，那么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啊，这是第一段。第二段就是中美双方互相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各自选择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各自办好自己国家的事情。中国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啊，这是第二段。第三段，核心利益啊，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然后，美国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啊，涉疆、涉台、涉疆、涉港、涉藏事务均为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布林肯表示美中关系对两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美方愿意同中国发展稳定建设性的双边关系。布林肯重申美方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看见没有？这就不一样了啊！遵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这一政策立场没有变化。然后最后一句话，双方同意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保持联系和沟通啊，这句话很重要啊！这句话其实是基本上是整个的新闻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那么我们评价啊，第一，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美国方面恢复了和中国的正常的交往啊，那么结束了川普总统之前的双方这个断绝外交渠道、沟通渠道的模式啊，那么中美双方开始进入一个正常的交往，就是正常的外交关系的一个这样的状态。那么而且这是专业性和事务性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因为双方恢复这种外交渠道，那么双方还要重申一下双方的立场这是一个标准的外交模式就是中国讲中国的立场，美国讲美国的立场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美国这布林肯表现出来的非常强硬的立场和态度而且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做法这种他为什么要表现出这么强硬的态度我相信是2点。第一点，回应国内的这种政治压力我之前讲过很多遍，拜登政府实际上在中国政治上面临2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压力就是川普政府的高门槛，另外一方面压力就是国会那当然背后是什么？背后就是美国的民意所以他做这个强势的宣布，实际上是回应这种压力。那么另外一方面，他保持这种强硬的态度，也是延续川普政府的基本的框架。我之前的判断是，拜登政府会基本上大体上继承，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框架。然后再以这个框架为前提进行修补，然后再往上面加自己的内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这样，基本上这样。那么中国的立场是什么？中国的立场是，当然第一个表达延续性，表达所谓的延续性是什么？就是不挑战美国的立场不变啊，这是，然后是核心利益划重点啊，让对方知道我的这一部分是不能碰的啊。当然还有一部分就是向国内喊话，中国的外交部啊，它其实是一方面要向外喊话，另外一方面它有另外一部分是向国内喊话啊，表达它的立场啊，大体上是这样。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那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我腰有点状况，所以我们节目会做的比较快一点，我也会尽量提高我的语速啊，所以时间会稍微短一点，但是我不是刻意的压缩的时间啊，所以希望如果大家有问题有观点可以尽量的表达，好吗？那么我向大家报告，我的腰已经好了很多啊，所以请大家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谢谢啊。已经明确的知道了啊，这是坐骨神经痛啊，不是腰伤啊，这是误解，腰伤是误解。我已经找到缓解它的办法啊。好，谢谢。Ancon 谢谢。敬佩老师的坚持和专业，谢谢。魏唐谢谢。基粉谢谢。情绪，谢谢王老师纪念李文亮医生。1年前武汉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如果我常常对中国的现状感到失望，为社会的静默感到失望，但是只要我拒绝忘记，拒绝不明不白，每年都来纪念李文亮医生，那就还有希望。这是我的心声，我也是这么想。情绪，台湾人永远感谢李文亮医生，他的贴文辗转贴到台湾，成为台湾开始防疫的起点。因为制度，他在中国只能是受难者，然而在对台湾而言，他是让台湾2300万人免于瘟疫蔓延的英雄。愿逝者安息，遗族平安。谢谢。情绪，还记得1年前的今天，我们在网络上为中国树立了当代的哭墙，为的是记住不该忘却的人和事，代代相传。哭墙的不倒是依靠信仰的凝聚力、真理的持久性和民众的正义心，还要经受得住邪恶的泼污和丑化，把善恶留给时间来审判。非常好，这个话写的。情绪，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大批的人们倒在了那残酷无情的屠刀下。我们还记得汶川豆腐渣工程里小孩的哭声，记得温州动车的惨剧，记得永远飘扬的响亮哨声，用不忘记就能对抗他们。谢谢王老师深情的纪念，谢谢你这么好的文字，很棒啊。情绪，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政党是完美的，也没有一个制度是最好的，但是像中共这样如此轻视人命，如此唯利是图，一次又一次愚弄大众，为了集团利益眼睛也不眨一下的牺牲掉别人，用邪恶都不足以形容，简直就是恶魔本体。这个世界就算回到原始的弱肉强食的世界，再柔弱的群体也有选择的余地，而中共最坏的就是你连选择都没有，你还得笑着感谢他。写得很好。情绪，在图书馆听王老师的节目，中国领事馆就住在附近，想买一束花，晚点的时候放在门前，但是跟张灯结彩的领事馆门口格格不入。情绪，每次打开李医生的微博都会泪流满面，为他，为自己，为还有很多活着的人。观点，2年前的这个时候，也是春节前，
我妈妈因为骑摩托车没有戴头盔被交警罚款，之后发生口角，一个辅警把她拖进旁边的交警车里，对她拳打脚踢。我妈妈在交警局大声地喊：我不敢进去，里面没有监控，我知道进去一定会被你打死。后来通过各种关系把人放出来，所有的亲戚朋友只有一个说法：惹他们干嘛？他们天天打人。要庆幸的是你有关系放你出来。就这样，我妈妈还是老让我别留在美国，赶紧回中国大陆。李文亮医生的事情啊，我觉得刚才的网友说，台湾很感谢李文亮医生，因为他的帖子去了台湾，让台湾警觉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让所有的人都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坚持，我们要心怀希望的坚持。坚持做我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坚持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坚持心里怀有一丝的善念，在每件事情，在每个环节，在每一个过程当中，把我们的意愿放进去，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这就是李文亮医生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也是他留在人间的最美好的东西。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